注意看，這個女人上一秒還是個靠塔羅牌算命的現代神婆，下一秒竟穿越進自己正在追的狗血短劇裡，被心狠手辣的大皇子強行種下了致命蛊蟲。而大皇子給他的任務，就是在30天內必須與自己的死對頭，那個已經出家為僧的二皇子陸歸州圓房，否則就會蛊毒發作，暴斃而亡。原來這一切都源於一場驚天陰謀。這位大皇子陸歸塵為了奪取皇位，親手扶持了一位名叫沈之南的國師。可他萬萬沒想到，這位女扮男裝的國師竟然在與二皇子陸歸州的相處中動了真情。當他發現國師脖子上因情動而出現的梅花印記時，便毫不留情地將其滅口。然而，為了繼續利用國師這顆棋子，他又找來了與國師長得一模一樣的現代女孩，也就是我們的女主芝芝，企圖讓她成為控制二皇子的新傀儡。此刻，剛穿越過來的芝芝欲哭無淚。別人穿越不是皇後就是王妃，她倒好，開局就要去攻略一個為了白月光剛出家的禁欲系皇子，完不成任務，小命就得玩完。另一邊，毫不知情的二皇子陸歸州，正因挚愛國師的死而傷心欲絕，甚至不惜放棄皇子身份，為他絕食守孝。為了活命，芝芝只能硬住頭皮開始他的攻略計劃。他找到正在清修的陸歸州，聲稱自己是國師失散多年的雙胞胎妹妹。面對這張與摯愛一模一樣的臉，陸歸州雖然震驚，但內心充滿了懷疑。為了驗證身份，他要求芝芝展示國師獨創的祭祀舞蹈。芝芝哪會這個，情急之下，他竟當場跳了一段現代的馬蘭開花21。沒想到，這竟然和原版國師教給陸歸州的祈福方式一模一樣。陸歸州瞬間信了7分，難道國師也是穿越者？身份問題暫時解決，但更艱鉅的任務還在後面。體內的蛊蟲時不時發作，提醒芝芝時間不多了。他開始對陸歸州展開了猛烈的攻勢，夜闖僧房求貼貼，借口怕黑要抱抱，甚至上演捆綁 play， 把這個純情的古代男人聊得面紅耳赤，卻始終守着最後一道防線。更離譜的是，芝芝還聯合皇帝派來的侍衛，自導自演了一出美女救英雄的大戲。結果刺客是假的，陸歸州的武功卻是真的，3下5除2就把侍衛們打得鼻青臉腫，場面一度十分尷尬。屢戰屢敗的芝芝意識到，光靠蠻力勾引是不行的，他必須找到陸歸州的軟肋。就在這時，他意外發現大皇子陸歸塵正在用一種名為仙丹的東西控制朝臣，甚至連皇帝本人都沉迷其中。這種仙丹其實是來自西域，能讓人上癮的坨坨草制成的毒品。芝芝立刻意識到，這是一個扳倒大皇子、贏得陸歸州信任的絕佳機會。他深入調查，將仙丹的秘密告訴了陸歸州。看住眼前這個心懷大義、聰慧果敢的女人，陸歸州冰封的心開始融化。兩人聯手追查仙丹的源頭，卻不慎落入大皇子設下的陷阱。在與殺手的搏鬥中，芝芝為保護陸歸州身受重傷，卻在危急關頭爆發出驚人的武功，一枚飛鏢正中敵人要害。更奇特的是，他的血液竟然能解百毒。這一刻，陸歸州看出他脖颈上因激動而浮現的梅花印記，終於確認眼前的芝芝就是他死而復生的摯愛沈之南。與此同時，芝芝的腦海中也湧入了大量陌生的記憶，他終於明白自己並非穿越替代了國師，而是他本人就是國師。原來他是個胎穿者，在這個世界長大，被大皇子培養成百毒不侵的藥人和死士。後來因愛上二皇子，被大皇子滅口，瀕死之際，他现代的靈魂才回歸，卻失去了所有記憶。真相大白，兩人情感迅速升溫。然而，更大的危機接踵而至。大皇子陸歸塵眼看陰謀敗露，竟喪心病狂地發動宮變，囚禁了皇帝，並用芝芝的性命威脅陸歸州交出玉璽。為了拯救愛人，陸歸州甘願放棄江山，交出玉璽。可就在交易的瞬間，陸歸塵卻背信棄義，命令手下對陸歸州痛下殺手。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轉發生了。一直被認為神迷丹藥、神志不清的皇帝，竟突然清醒，一招制服了大皇子。原來這一切的幕後黑手，竟是這位老謀深算的皇帝。他為了實現長生不老的野心，故意服用丹藥示弱，挑起2個兒子自相殘殺，自己則坐收漁翁之利。他救下芝芝，培養他，將他送到2個兒子身邊，也只不過是把他當成攪動風雲的棋子。他才是母谷的真正宿主，控制着所有人的生死。眼看局面徹底失控，
皇帝的野心暴露無遺。芝芝當機立斷，點燃了大量的沱沱草，利用皇帝对丹藥的極度渴望，使其毒癮發作，暫時失去了對蛊蟲的控制。眾人趁機反擊，最終邪惡的皇帝被囚禁，大皇子陸歸塵伏法。陸歸舟在眾臣的擁護下登基為新帝，歷經生死，這對苦命鴛鴦終於迎來了屬於他們的洞房花燭夜。芝芝體內的蠱毒被徹底解除，他靠在陸歸舟的懷裡，拿出了他的塔羅牌。這一次，他為自己算了一卦，牌面顯示他對陸歸舟的好感度是100%，那是至死不渝的真愛。這個從現代穿越而來的塔羅牌師，最終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，也守護了心愛的男人和整個天下。